测试。嘿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乌马克。今天马克邀请了一个好朋友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乌马。Talk Dance 麦克风拥有随插即用的强大优势，无论你是生活拍片，或者你想做 YouTuber， 还是想要在家里录个 Podcast， 都很方便哦。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它的效果。又到了车主分享的时间，今天马克邀请了一位 CRV 的车主，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查理，目前是在金融业上班，平常的兴趣就是冲浪、车泊露营。是的，这几天马克也在北海岸做户外的运动啊，刚好就看到查理这台车拥有很多的机关，而且引起我很大的兴趣，所以我就邀请了查理来上这一集的节目。待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车有哪些特殊的装备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哦。先请查理来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会选择 Honda CRV 这台车，是因为你看到了它的外形，还是你有本田魂，还是说你觉得它的动力很棒，空间？我们请你稍微分享一下。主要空间很大，因为主要是要车泊用，在台北市上班的人，6日会跑到郊区来，选这台车主要是要可以穿梭在市区跟郊区。台北市的车位没有办法停那么大的车，是，所以就是挑一般的休旅车这样子。是，它是一个大小适中的休旅车，符合你平时在台北市区的停车穿梭行驶，不会造成太大困扰，并且它又兼具置物空间，让你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好好的载着你的露营设备、你的冲浪设备到海边，所以它的载物空间是你很大的认同。还有什么当时购车的原因呢？操控性。对，本田的操控一直以来都是不错啦。是，对，所以休旅车当初也有看 RAV4 酷咖，对，那其实酷咖操控也很好，对，但是因为它在亲友之间的传闻有一些在一起，对，那 RAV4 的部分是因为可能它整体偏舒适，设定的比较软。对，本身马克现在是 Toyota CC 的车主，如果你很想要本田的这种操控的扎实感，也许在 Toyota 上面是比较难达到的，所以你也是选到了一台你很喜欢的车子。这台车你有什么想要小小的埋怨？可能就胎噪隔音这一块啦。哦，它的隔音不好。对，我觉得本田的隔音可能比较偏弱。了解。行驶高速公路的胎噪声是蛮大声。试驾过酷咖吗？有没有觉得它隔音好一点点？对，福特整体的车系隔音都还蛮不错的。没错，福特的隔音是真的很好，但是它就是有一些小的毛病。对，轮噪声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去改善它？可能就是隔音工程啊。哦，隔音工程，但是现在还没做。对，现在还没有。未来还有可能会去做就对了。再看一段时间。是，或者是等轮胎的寿命到了，可以换轮胎，对，换静音胎会好一点。这一集呢，会来请查理分享他的 RV 设备，那我们待会就来一一的介绍，看他在车泊的时候会用什么的法宝。我们来看一下查理他的露营法宝哦。主要我去高雄是，然后。因为他把车泊套件模组化了，这个厂商哦，所以是 CRV 的专用套件。这一组是专门给 CRV 用哦 ，CRV 这个置物柜是跟床板一起的。车中床的话是多大？它是符合几个人使用？2个人的，是双人床的部分。对，双人床看起来是很熟悉。那除了床的部分呢？主要就是收纳柜的。我们请查理来展示一下。主要就是这一整个收纳柜，它是跟床板一起的。床板的下面，所以其实它妥善的运用的空间，对，它设计的很棒。拉出来，那这个可以放什么东西？这个平常是一个工作台啦。那如果没有要用的话，它也可以拿出来当桌子使用。小桌子哦，所以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工作台加小桌子的双重应用哦，很方便哎。置物空间可以直接变成是一张桌子，对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很轻哦。因为我们野外使用的桌子最怕很重那种，所以它几乎是跟蛋卷桌的重量是差不多，也是很轻盈的。对，我发现这边有一个锁头，这是什么功用？这个主要是我平常放杂物的收纳柜啦。哦，杂物的收纳柜，这个厂商比较贴心，它有附一个锁，对，有一个钥匙，对，所以这里可以放贵重物品哦。对，你如果有私房钱的话，可以偷偷的放一下。那我们再分享下一个部分，这个是一个，这边是一个卡式瓦斯炉，然后可以放一些小杂物，例如你的调味料，例如胡椒盐或者是海盐，在烹饪的时候都可以使用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这边可以再加装洗手台就对了。如果你是一个车速的爱好者，透过这一组 CRV
专门的特殊装备，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你90%的需求，可以这么说吗？可以。洗澡的话你怎么解决？洗澡的话，外接的洗澡的淋浴器，对，就是使用自来水的水桶，用淋浴器就可以做连盆头的花洒。对。OK， 这个很方便，那这个也很好解决啦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。马克刚才有发现你这台车有置物架，你做了一个巧妙的使用，对，这个置物架竟然可以放冲浪板。对，各位冲浪的好友、冲浪的爱好，你想要在车子里面放个冲浪板的话，其实 CR-V 真的设计得很好。我看到你有几个小的 LED 灯哦，很有气氛。马克发现这边有一个还蛮新奇的东西，这个它是晚上睡觉用的冷风的制造机。冷风制造机。其实底座是一个一般都买得到的。等一下，查理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现在动辄36度，现在夏天非常热，你真的车速没问题？没问题啊。听说你昨天睡在北海岸，是不是？没错。OK， 好。昨天查理睡在北海岸，所以他的车蒙上了一层灰尘，对，沙。因为他是真的帮我们做了最佳的使用体验的心得分享哦。我们注意听一下，夏天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在车上舒服的睡觉？查理，请说。好，那下面这个一般就是一个保冰箱，平常就是会买冰块。放在这里面，对，把它塞到8、9分吧。是，对。那这边洞是请朋友去开洞的，对。那主要主要开洞就是去做出风口。电风扇的部分就是可以是放在这个大的洞去吹，我都是开最弱的风，那可以到23个小时左右。底部是它的充电的电池，充电式电池。这个电池，对。这个是电池，基本上就是一夜好眠，没问题了。对。那你晚上就不需要再发动车子吹冷气？像如果我要睡觉了，我就会先发动，然后去开冷气，那让整个车内的温度降下来，那冷风的效果才比较快，让整个车室比较快变凉。这一个保冰桶去买更大的，里面冰块放更多的话，是不是它的效果会更好？效果会更好，然后也更持久。对。但是我是因为空间的配置的关系，空间考量选择这种小的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做起来价格也不会很高，但是却是非常好用的法宝。对，好，马克想来 DIY 做一个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跟观众介绍一下。这是排气窗，它会不会跑蚊子进去？不会，它里面都有纱网。它里面有纱网，所以晚上车内温度就降很多了。对，通风的话，而且冬天的话就是几乎是很好睡。对，冬天，对。这边有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，可以介绍一下吗？这个主要就是防蚊用的，早期买到的是比较小的，是对。那这个是专门去找中部在做那种休旅车或露营车的套件的工厂，对，没错，了解。所以由查理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资讯，就是你要找到的蚊帐是要够大。对。假设它的面积没办法去 cover 掉它的车窗的面积，太小的话，很有可能蚊子会跑进去。对，是。那下面有没有加重？这边是有一个磁铁啦。下面可以做磁吸的磁铁，这样就风吹的话就不会掀起来。对，所以还蛮方便的。推荐给各位。刚刚有介绍到冷风箱嘛，夏天的部分就是要靠这个冷风箱来吹。一般来说睡觉的话就是用个床垫。床垫，对，摸起来蛮舒服。对，里面是海绵充气的。了解。一般可能还是要一个凉被啦，小凉被。当初这台车交车的时候，朋友的交车礼。了解。睡在车上好像有很多挑选睡袋的一些小常识，对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车子是铁做的嘛？是，所以可能冬天它的冷是来自于铁板的冷。如果你的配备是不够用的话，让你没有御寒的效果。所以晚上会冷到皮皮唰。对，我都经历过，所以我知道。对，那为了这个东西，我特别去问登山的山友，因为他们在零下可能2、3度的地方也可以这样子睡。所以有哪些小撇步？主要的话就是睡垫要可以阻隔一些底下的冷。对，这一层主要是用来
隔冷的，因为我这边是不锈钢，不锈钢材质，所以我就尽量用睡垫啊，然后这个一般的垫，对，去阻隔它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资讯。当你在下方是直接接触这个铁的材质的时候，你会冷到发寒。那查理也很聪明，直接找了1、2层的垫，就可以有效把温度阻绝起来。冬天的时候晚上会比较 OK。冬天睡袋的挑选也是蛮重要的。睡袋主要它有分羽绒的，还有一般的人造纤或化纤。真正是能够御寒的是羽绒的。羽绒的，对，那羽绒的它有分羽绒跟羽毛的含绒量。如果说要在高山或是寒流来的时候做车泊的时候，对，它可能要挑比较好一点的羽绒含量比较高的。对，可能羽绒会到90或90比10啦，再更好一点就是95跟5这样。就是你要去看它的含量的系数，对，含量越高就是越纯的意思。对，那就是越贵。对，是了解。那它还有分鸭绒跟鹅绒，鹅绒的听说会比较好，会比较好一点。OK， 好，感谢查理分享这一些资讯，让我们车友可以好好的做功课。今天外面36度，我跟查理快要热中暑了，我们决定移到车内做拍摄。想请问一下查理对 CR-V 目前的使用满意度1到10分，你给他几分？应该9分有，9分，很高的评价。那你会推荐给亲朋好友吗？会。那你对于接下来购车的车主有什么建议跟想法？可以等第6代看看，因为外观蛮不错的。查理对于这台车的评价很高，对于后续想要购入这台车的车主，你有什么想要给的建议跟经验谈？如果购车可以去做隔音工程，那其实后面就不用再去花时间的改善。那我们这一集的拍摄就到这边了，我们跟观众说个拜拜，拜拜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马克现在非常缺订阅人数，就靠你们帮忙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